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。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完成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式的反弹之后，在日线级别上顶到了1440均线附近。这个均线呢是一条压力线，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之后，我们看到连续的下挫啊。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、八节阴线、沙僧阴线，那么接下来的行情有可能2次见底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巴以战争的原因，原油和黄金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。我们看到啊，对于黄金来说，周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2周的阳线，分别是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。这里呢让黄金接近了前高附近的这个位置。同时呢，在日线级别上，我们也看到了本轮行情对于黄金来说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，成功站上了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。那么比特币的黄金属性在这里就凸显了出来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10月份是比特币月，在10月1日这一天，比特币就进行了第一次突破。这里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、波峰连线、波谷连线，在10月1日这里，它结束了它的震荡过程，站上了1440均线、169均线，并且顶了一下上方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，位于28000美金的这个压力，然后回踩了一个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，形成了支撑位啊，然后继续上行。同时呢，由于一个假的 ETF 的通过的消息，让比特币的价格突然上涨至高点3万美金啊。但是虽然是这个假的消息，但是它的趋势已经成功得到了扭转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今天看到比特币依旧坚守在3万美金附近，同步呼应了黄金和原油的价格趋势，并且呢，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强调的是，比特币月有86%以上的上涨几率。所以呢，对于目前3万美金附近的比特币毫不意外啊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把时间级别打到周线级别这里啊，在周线级别早在6月份就出现了标志性的悟空阳线。有了这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，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悟空阳线势力范围遇到了妖怪 K 线，也叫干扰性的 K 线。那它走完干扰性的 K 线，它的这个悟空阳线依旧存活的情况下，那么行情仍然是以多头为主。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到日线级别啊，那在日线级别上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啊，假的 ETF 那天刚好走出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，然后现在呢是走一个八节阳线，那上方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。如果一旦突破32000美金啊，对于比特币来说，它的多头趋势将要正式打响啊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也看到了，由于 ETH 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连续下挫，导致了大部分山寨都被比特币吸血。但是在最近几个交易日，我们看到 ETH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，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，我们将会看到非常多的强势山寨币种。然后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价格上来啊，在这个结构上，我们看到上方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，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。由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下跌，导致了以太坊跌到前面行情当中形成了位于1550美金箱体中线的这个位置。但是我们看到11月1日这一天就将要到达焦点位，这个焦点位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、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焦点。我们认为焦点位具有黑洞效应，所以呢，随着焦点位的临近，我们认为以太坊将会迎来一波反弹，甚至是反转。这个位置呢，如果一旦突破1730美金的筹码密集区，那以太坊将会迎来一段反转行情。最近一段时间热门币种还是 LOOM、TRB 啊，这两个还是比较热门的。我们首先看一下 TRB 啊 ，TRB 是早在10美金左右的时候啊，会员群就通知了大家伙要在这个位置进场。当时给出的原因是在日线级别上，它做出了一个突破1440均线和169均线。就这一点来说，非常好把握，就是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作线，1440均线和169均线作为观察线。那操作线一旦突破观察线啊，比如说这里的粉色线和蓝色线突破了黄色线和绿色线，就意味着我们要在多头上采取行动。
行动的方式就是分仓式进场，设置止损，然后跟随它的趋势获得利润。我们的底仓仍然存在，那么目前已经获得了大概7倍以上的利润。那么对于 TRB 来说，我们看到本周行情它几乎是最强势的币种。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就可以敲到周线级别，在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9月份的时候，对于 TRB 来说就走出了它的一个悟空阳线，然后走8天阳线、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。那么目前对于 TRB 来说，周线级别上涨犀牛已经完全形成之后呢，后面的行情当中是有机会做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调整的。我们看啊，它的每轮上涨都有一段阶梯式的调整，那么耐心等待阶梯式调整之后，如果一旦有机会重新回踩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，或者是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，就是一个可以补仓的位置。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LOOM， 对于永续来说 LOOM 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暴跌，那我们就把这个 K 线呢打到它的现货行情当中啊，现货还是可以看的。当时我们就提出了，对于 LOOM 这种出现2轮日线级别上涨犀牛的这种非常强势的币种，一定要特别小心。进场的理由和方式，首先呢，你可以看啊，小日线级别如果能出现一波回踩的话啊，可以在144均线附近进场，169均线设置止损，然后跌破之后，我们触及到了我们的止损位，就要在4小时级别上，同理可证的就在144均线0.18附近进场，0.175附近啊设置止损。那么这里接着跌破了，它就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犀牛。那日线级别上，它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、8节阴线、沙僧阴线也几乎走完了。那么下一步它的一个支撑位，我们就要看下方我们画出来的144均线0.07附近的这个位置，或许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撑。那么我们还是打开安坤的搜索啊，它目前仍然是榜1大哥的位置，证明它有一定的热度，但是有热度也不一定能阻止它继续下行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对它感兴趣的话，在日线级别上要在日线级别的这个角度去在144均线附近去接，然后169均线设置止损。这么接有一个好处，一旦你在某一个时间级别上接到了现货，并且它趋势最终完成它的反转，因为行情当中非常多的机会出现平行式结构，比如说这里面有一波上涨行情，下跌之后呢，有可能会发生与之平行的上涨行情，就是位置1的这个位置和位置2的这个位置出现平行结构上涨，后面可能会出现位置3和位置4的平行结构下跌。那么如果能够抓住位置2的平行式结构的上涨的话，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。我们看一下我们量化表现啊，看最下面这2行。首先呢，9月23日跑了这个26000美金左右的进场，目前已经获得了接近3%的利润。注意看啊，这是一个量化 AI 智能学习的量化，所以呢，它的上涨幅度可能没有比特币的上涨幅度大，但是一旦让它进场之后，它往往能够获得非常稳定的利润，避免了大幅的回撤。你可以理解为这个量化是现货上的0.5倍杠杆，或者是合约的0.5倍杠杆0.5倍的杠杆能够避免在大幅回撤过程当中你的资产受到损失，但是呢，也能够保证行情当中每日每月都能有非常好的利润。目前我们的月化的利润大概是在10%到15%之间，年化利润已经远远超过100%啊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9月23日刚开始跑的，目前年化已经达到了37%。那后面的行情当中，随着它的波动呢，我们认为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持续性的收入啊。你看这个1个月就有800美金啊，这个是非常持续的、稳定的，并且回撤非常小的、风险比较低的AI 智能合约量化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